2012年解放军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到目前已经有3艘。延使过去10年，它的相关的演训衍生出一系列有效对抗航母打击的战法、战术和诸兵种的协同作战，如何克制航空母舰？这对美国来讲，它的装备、科技力还有战法、战术与时俱进的状况下，你说美国的航母接近西太平洋、接近台海，它还有安全的空间和它的安全感吗？对，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美国战争部他们在最近发布了最新的一份2025中国军力报告，而在这份呢100页左右的报告呢，是川普第2任期的第一个有关中国大陆军力评估的报告。这份报告做出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严峻的定调。怎么说？因为报告当中指出，中国大陆军方正在稳步推进3项2027年的目标，包括了具备对台湾取得战略决胜，在核武以及其他战略领域对美国形成战略制衡，以及第3就是呢对其他区域国家达成战略折制、威慑与宰制这3点。特别在和台湾最有关的部分，报告指出，北京如果判定有必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考虑4种选项，包括了不开战的胁迫、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以及联合登陆作战虽然说的兵凶战危，但是一般目前来说，多数的分析还是认为台海开战的几率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高，不像现在所说的兵推说很高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真的万一不幸发生冲突马老师觉得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是上面刚刚讲的4种选项的哪一种几率会最高呢？好，我想这个从前一阵子美国国会的这个报告看起来，这个2027其实大家的共识大概就是，也许在2027中共会有能力，但是不代表他有意图，因为就像薛瑞福讲的，这个动不动武其实是一个政治决断所以在这4种选项里面，其实不开战的胁迫，大家可以想，在2020年大概前国台办主任王在希提的北平模式，我觉得中共就在思索这个方案的可能性。那联合火力打击其实就是乌俄战争模式，可是乌俄战争模式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是不成功的。那海空封锁模式事实上就是德国的柏林模式嘛，在冷战时期封锁，可是这个结局应该也是没有成功。那联合登陆作战就像诺曼底登陆这样，它死伤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以中共现在在评估，就是双方怎么样在损失最少，但是可以拿下台湾的状态底下，我认为这个北平模式就是不开战的胁迫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或者是困难度，就是在北平模式过去的北平，因为它不靠海，所以它被围的时候，事实上也没有其他外援可以到得了，那它就会造成这个城内有一种好像不投降就得死的一种状态。可是台湾现在是一个岛，这个岛的4周都是海，那这个地方又有这个西方势力或美国的这个军舰常态在这边，包含美日安保的范围也都在这里，所以我认为就是北平模式要在今天的台海或台湾发生作用，我觉得它有一个实作上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北平的地理状态跟台海现在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会优先用和平胁迫的方式来达成统一的目标。因为现在考量就是说代价跟达到的效果是如何那因为过去我们也看到说，解放军进行像联合利剑几次的演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论的话，解放军对台湾的包括海空网甚至是就是核武这边的战略威慑体系您觉得目前发展到的这个阶段大概怎么评估？我觉得当然是也不可小觑，就是越来越成熟，而且它透过过去的这个联合利剑或海峡雷霆的这种军演方式，事实上它不光是传达对台湾的一种威吓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也在验证它的实兵，包含它很多新式的武器要怎么样在战场上使用，在台湾的地形地貌下，它要怎么样进行攻击所以我觉得在准备上面他们是越来越成熟，武器的这个强度也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还是非常同意薛瑞福的这个提法，就是最后动不动手，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决断，它并不是靠这个物质实力就能够确定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平息上面来讲，我认为它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军事力量的强度跟成熟度是越来越高，但是不见得他最后会动这个政治决断。OK， 建文兄也可以简短的来平息一下4种几率因为刚才马老师认为是不开战的胁迫，您认为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对台的工具越来越多，那这几年这种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其实已经凸显了台湾在国防建军的时候，对于这一种威胁，现有的兵力无能为力，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压力对台就形成很大的压力。当然，对于大陆来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利用战争威胁这种和平的手段解决，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解决两岸的利益。对，但台湾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豪猪战略，向美国买大量的武器，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刺猬。因此未来可能端乎于两岸之间一些这个相关实力的消长。那随着中国大陆军事科技的快速进步，我认为在一个时间点，台湾发现无论你买多少武器都没用的时候，特别美国已经摆明不会干预，这时候两岸就往谈的方向，我认为这个几率会越来越高。对，其实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我们讲 G2 哈，其实都在考虑的就是刚刚不断在强调代价、效果，还有就是战损哈，就是万一开战之后它的损失会不会很大？那你又怎么看另外一份这个美方高机密的文件哈？最近也曝光了，就是超越优势简报。那在这份简报当中呢，所列出的每个兵推当中啊，都看到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号。兵推的结果是一再的被摧毁。这个福特号啊，其实它造价是非常高昂的，是130亿美元啊。2022年正式服役，但是也被发现呢，它容易受到柴油电力潜舰还有反舰飞弹，像是鹰击17呀，离解放军大概有600枚的极音速飞弹的攻击。那所以呢，兵推最后推出了一个航母被击沉，而且多次兵推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啊。当然也有人说兵推，因为我听很多的兵推专家哈，常常在讲的一句话说，兵推会失败，就是因为要预算。所以基本兄怎么看哈？就是说，是为了真的要争取更多的预算呢，还是说解放军真的是对于这个美国的航母打击，它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战略的？我认为美国做兵推不只是争取预算，事实上对于敌我之间相关的实力消长，它已经会做很科学性的验证。航母对于未来遏止中国大陆对台动武，还是不是像1996年派了尼米兹号和独立号，让解放军对台的军演草草结束？我认为30年以后，整个情况已经绝非如此，而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中国大陆军事快速这个推进，在强大的经济力的支持下，在科技、在装备数量、在新的战法战术，对于美国航母来讲，都有致命的绝杀力量。刚才的报告有讲到，解放军好像只有前舰、各种导弹、各种飞弹对航母构成威胁，事实上断不如此。这些飞弹只是打击的手段拳头，而且我必须说，不只有鹰击。像这次93阅兵有鹰击17、鹰击19、鹰击20，都由不同的载台，可能是水面舰、陆上的载台或者潜艇发射，对于航母构成威胁。但我们知道东风系列很多，像东风17，东风17的改良型东风27，这个乘波体的高超音速弹道飞弹。另外，那还有像东风系列东风21D、东风26。之前都号称航母杀手，它以弹道飞弹结合高超音速攻击的形式，美国航母一点都不安全。对，再加上93阅兵又出现了所谓东风1000，是高超音速的巡弋飞弹，打击范围有人说7000，有人说5000公里。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打击手段让美国的航母不再安全，而且不只有拳头，它眼睛、它的耳目照样具有很大的优势，比如天上的卫星。包括各种导航、各种遥测卫星、海洋卫星。那另外这几年无人机大量出来，因此它的空中侦察载台足以清楚的这个瞄准或者跟踪美国的航母。最重要就是我们大家知道，2012年解放军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到目前已经有3艘。原始过去10年它的相关的演训，特别红狼对抗。衍生出一系列有效对抗航母打击舰的战法、战术和诸兵种的协同作战，如何克制航空母舰？这对美国来讲，它的装备、科技力还有战法、战术与时俱进的状况下，你说美国的航母接近西太平洋、接近台海，它还有安全的空间和它的安全感吗？对，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你提到这一点呢，哈，我就想进一步请教。
因为现在刚刚特别提到是就要让美国的航母战斗群是有所忌惮的，所以解放军的想定是说，在第一岛链之外，甚至可能在第二岛链，透过长距离的发射，我就让你根本连进到第一岛链都不行，是这样的想定吗？确实，它会把攻击的火力投射，而且有效打击范围越推越远。因此，我们看到美国最新的一些对策，当然它对策很多啊，比如空军有这个敏捷战斗部署，在一些小岛部署，航空母舰距离你越来越远，搭载这个 F-35C，让它的航程设法延伸，再配合一些无人机。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火力投射范围已经从可能1000公里内逐步推进到2000、3000甚至4000以上。因此，对于美国航空母舰来讲，特别它一个航母打击群，既有大型的航母，上面一堆飞机，再加上这些护卫舰，对付高超音速，我们目前知道科技目前无以为力。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美国退得再远，其实它被打击成功的几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派航空母舰介入台海冲突，对于美国来讲，它的代价越来越大，而且它的损失越来越高，因此对他来讲，这个致命的威胁短时间内是很难克服的。是从纪文兄刚刚的分析，还有包括我们的讨论啊，其实在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中美两强，我们讲 G2 呢，现在军事实力啊，就是中方的军事实力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再是1996年那个时候啊，30年前的那个时候的实力。那在台湾这边呢，前国防部的副部长美中台关系专家林中斌，他最近也表示，川普政府第2任期已经从第1任期的强力抗中逐步调整为避免美中直接冲突。林中斌他就推断呢，以柯博吉为代表的这个对中战略核心圈，他们这几年来认为美中的军力平衡已经出现不利于美方的变化。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美军可能会承受重大损失。因此呢，他们主张以势力均衡作为主要的对中战略，也就是竞争但是共存，不企图消灭对方，属于守势现实主义的思维啊。那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一种避战思维。所以陆老师，2027北京，我们知道他们要召开21大哈，攸关习近平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连任。那陆老师认为，在这个之前啊，美中G2这两强对台海局势最有可能会采取的战略态势会是如何？这个题目真的很好，可以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因为中国将专注于打赢台海战争所有的技术上的准备。那美国呢，要致力于让中共体认到，你如果要打这场战争，你的付出代价是很高的，而且你没有办法获胜。所以两个是在时间上来做一个竞争的竞赛了。那中共它会强化所有现代军事化的一个目标。那刚刚讲的也多元的威慑，不管是火力打击、海上封锁、海空封锁，甚至最危险的2栖登陆，甚至他用核战2手。就是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呢，再结合它的经济对我们的依赖啊，我们经济对它的依赖啊，在这样同时呢，要强调他在对台工作上有了实质进展。习近平对台工作有实质进展，这才能成为他连任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了。就是我确实能够掌握台湾，我能够拿下台湾，只是我要不要做，他要做好这样所有的准备。那我相信中国的战略一定是这样。那美国呢，是加速武装台湾，像刚刚总编讲的，处理很多我们数百亿美元的这个军售延迟。那像标枪飞弹、海马斯这些飞弹，是不是能赶快来强化台湾本身的防卫能力？而且结合多边联盟日本、菲律宾来跟我们做结盟。就如果你中共发动战争，你面对不是只有台湾，是一个跟美国结盟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对抗。第三个，你如果要发动战争，你要经济上做到多大的一个反制？最后我就写普鲁士的一个最有名的这个军事学家叫克劳塞维兹，他战争论里面就提到说，一个国家会发动战争，有时候是临时性的，是一个决策的。但是它的前提是，通常它的本身的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太好的时候，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一个经济情况很好的一个国家，他会不会去冒这个风险，让自己的国家承受一个不可预期的一个损失存在？这样他觉得这样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对，这是普鲁士的经济专家他所提出来，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不至于发生。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的准备，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这个战争的准备要看意志力，谁的意志力最强，谁就会赢。你像俄乌战争，乌克兰接受这么多军事的援助，可是他的意志力没有俄罗斯强，俄罗斯一直持续打，
他没有停止过，他没有普丁的这个意志力强，所以普丁就占到一个上风。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现象。是中美两强现在比拼军事实力啊，当然比的也是后面的武器科技化的程度啊。先来从中日最近大家都知道关系非常的紧张啊，但是呢又因为一场军事之间的对抗啊，那也就是说呢，歼十5对上了日本的 F-15。这个照射雷达啊，就是用射控雷达这个事件呢，这几天呢，在中日两国之间闹的是不可开交，而且这个气氛有越来越往上升的态势。北京方面强调是警示性的照射，而且甚至公布了这个对话的录音证据啊，说东京在说谎啊，根本就是彼此之间已经打过照会了。但东京方面呢，则是持续指控这是敌对行为，双方可以说是你来我往，这个言辞越飙越激烈。而中国大陆学者刘江勇甚至警告，他说呢，现在的情势啊，跟当年甲午战争之前几乎是一模一样。但真正让人震惊的是，这个事件越滚越大的时候呢，把一个更加敏感的军事秘辛给曝光啊，也就是歼十5的雷达探测距离竟然远胜日本的 F-15。那么根据日本富士电视台的透露啊，他们说歼十5的雷达探测距离最远可以达到170公里，而日本的 F-15呢才只有100公里左右，差了大概70公里左右哈，这个远远落后于 J-15。换句话说，就是在未来呢，如果在空中战机对上战机啊，谁先看到谁，谁就能够先开火。这种超视距战的时代，如果真的在空中爆发空战的话，那日本可能会完全处于劣势。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日本对不起，是大陆的网友哈，他们特别还做了一张图啊。当然这不是歼十5，而是歼20。我们可以看到，光歼20呢，他就特别提到说，它的这个雷达最远的这个距离啊，跟各国的军机比较了一下。那刚刚特别提到说，在视距以外的，就是未来在空战的时候呢，其实战机跟战机之间呢。现在的科技已经进步到是你不需要看到敌方的战机，也许在视距外呢，你就可以透过这个射控雷达呢锁定对方，而且进行攻击。不过现在为了这个射控雷达的锁定这件事情呢，中日双方现在可以说是各说各话，而且也听到了像是日本的防长这个小泉进次郎啊，甚至还说这是非常野蛮的行为啊。但是我们就从小泉最近的发言来看，马老师怎么解读？因为现在双方看起来是互不相让，怎么解读？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高市他的这个发言的这个事件之后，到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收场，就是说两边大概要缓和很难。那如果缓和很难，你就可以大概发现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个施压，一方面一定是经济，那再一方面他一定要让日本觉得有压迫感，这个压迫感从军事上是特别容易产生，所以中国大陆就有陆续的军演嘛。那这一次的这个火控雷达这个照射事件呢，它主要是辽宁号选在一个离日本比较近的地方进行演习，然后就中方的认知，他认为我已经告诉日舰说我们会在这边演习，发布一个演习区，那也就是说在我演习的过程你是不应该进来的。可是对日方来讲，不知道是收到还是没有解读清晰，那他的军舰就觉得，他的这个飞机就觉得说我在我平常作业的区域里面活动，然后没想到闯入了辽宁号这个演习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时候就被歼15这个用火控雷达来锁定那这个举动当然是非常的不友善啦，就是说即使他闯入，你可以用其他方式去驱离，但是你还是选择用这种比较强硬的方式，那就表示他也想透露某一种的讯息，也就给你压迫感。没错，就是要给日方压迫。我认为这一次的中方这个举措是确实是想给日方压迫。那日方可能也闯进他的这个演习区域也没有错，所以双方会各执一词。不过这里面其实暴露了就是日军在他们的这个等于说他们空军上面的一个缺陷，因为这个 F-15是1972年的产物，1972年最早生产。那现在日本所用的型号是 F-15J， 是比较新一点，但是它其实服役也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在这上面的这个 BVR 就是超视距作战的这个雷达，其实是比较旧一点，这个是确实的事情。那实际上的作战是这个歼15它出来，它有它的母舰上面的雷达系统，然后再配上这个它的彼此之间通讯链，再加上飞机本身的雷达系统，所以它是一个立体作战，所以它可以照射到的这个范围就会比较大。对，那相反的理论上，
这个日方所用的是 C4ISR， 就是它跟美国整合出来一个雷达系统，它是立体性质的。但是如果这个性质的雷达是开着，然后它 pass 给F-15上面的飞行员，其实它的飞机能够照射范围应该会不见得会像报道的这么短。这个军事专业，我请教一下夏伟兄哦。我们刚刚特别在私下里聊天哈，就是说射控雷达，因为大陆方面讲说是火控雷达，但是称法不一样。可是这个飞机跟飞机，因为刚刚特别提到未来的空战可能不是真的要看到敌机我才行动的，我觉得在视距之外的哈。那这次也是第一次，就是用射控雷达来锁定吗？好，应该这样说了，我们要先稍微讲一下那个雷达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状况。像以这个战机上面来说的话，战机的这种雷达，它通常它也是可以做一个广域扫描，然后另外，如果当它把那个特定的目标锁定以后，它就要对一个这个它要预备或是它认为是敌视的这样的目标，它进行一个所谓叫连续波照射。那像以歼15战机来说，它上面装饰这种主动相位那个阵列雷达 ISA 的话，它那个雷达上面就会分成非常小的那种那个区块，然后每一个区块它都有发射、接收的功能，所以就是说，它透过那样一个广域的搜索，等于说，它今天把每一个那个模组，它都调整成搜索的话，就打一个电波出去，然后这个时候只要碰到东西，那这个时候那个被碰到就是那个反射回来，还会反射，然后另外其实主要就是这个时候它就要看IFF， 也就所谓敌我识别天线，那架飞机的敌我识别天线有没有作用？就是说，我告诉你我是谁，那当然你收到这个部分之后，你马上就可以判别你今天打到的人是敌是友，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在你的系统里面就会告诉你哪边有什么，哪边有什么，就一片这个那个在雷达显示幕上就很忙碌。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以现在空战来讲，通常就会我刚刚讲这种过程，其实预警机就要帮你做好了。然后也就是说，预警机在空中要做，就是先其侦测，然后去看谁有敌意，然后谁可能会威胁你。这个时候呢，它就要让战机本身呢具备这个就要你比如说 A 打 A， 然后 A 打 B， 或是 B 打 A、B 打 B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已经预定好了。那这时候要预定的时候呢，那你说以战机来说，如果像以日本它目前的这个F-15J 这个战机，因为其实它本身非常老，所以它不具备那种所谓的 A 射 B 导的功能。这个时候它就必须要让它自己的雷达这个调向那架飞机，然后去锁定。然后这个时候锁定的时候，就是用一个连续波，等于说我就那个电波就一直要朝着你照，你怎么动了，然后什么我的电波都跟着你跑。那同样的，像歼15也是啊。如果说我今天要锁定你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飞机怎么跑，我刚刚讲每一个单元上一个小的这个单元就要一直用这个雷达波追着你走。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日方就是在陆方跟日方，他们这次说，陆方第一他们说我这个已经事先宣布了我的演习区域了，你不可以进来。其实，在国际上，如果你在国际公海是没有人会理会啦。也就是说，因为你看，像比如环太平洋演习，美军在那边演训，中国大陆的这个天王星也跑进来啊。那你说，你这个天王星，我已经在这边演训，你怎么可以过来？我把你先知会了，还是进来？对，还是进来。他所以这个基本上在国际上来说我宣布我在这地方划这演习区，你就不可以进来。这个在国际公海上是没有这个道理。但是就中方来说，你进来没关系，你要进来我已经先知会了你进来。可是你进来我锁定你，我也没错啊。其实也没错，对，所以就是说这个就变成说是双方在这个地方就是相互表示那个互相不友善。对，所以现在这个压力来了你可以看到最近日本就尤其这个小泉进次郎，他这个你可以看到在镜头前面的这个义愤填膺的说这是这个挑衅的行为但是我们也看看美方的反应这个美国的反应异常的低调。最受人瞩目的川普，他始终是保持沉默的白宫先这个也是把这个话说得很清楚他说目前美国就是跟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跟日本是维持同盟关系，但是不介入中日之间的争端。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甚至暗示说门罗主义回归。这是一种暗示吗？好，另一方面呢，川普也多次的公开表示说要改善美中关系。毕竟我们都知道，明年大概约是在4月左右他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要见习近平，为美中贸易战还有关税要打好谈判基础。所以怎么解读美国这个在这件事情上面异常的低调从11月7号这个中日争议开始之后，那川普真的是没有直接对这件事情说话，也没有直接表态，非常听日本或听高市早苗。那是不是因为他明年要放中，或美国跟中国正在进行这个贸易谈判？因为贸易谈判还没完全完整或者其他的考量，其实都算在内了。那川普，我猜他认为，我10月28号刚好在东京跟高市早苗，我也没有交代你这样做。然后我过2天在南韩跟习近平见面。
那我离开亚太地区过了10天，就产生这个争议，而且我正在忙处理俄乌战争。然后你脱稿演出，他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在俄乌战争方面。然后最近另外国内议题也很多，比如说这个医疗费用啊，或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啊。所以我真的是认为川普的态度目前是我没有要去你这样做。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回到川普第一个任期，2017年第1年的时候也是访问中国，对不对？习近平也访问美国，那个时候跟中国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模式，说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讨论贸易等等。但是进入他第2年，2018年，然后贸易战就开始，然后各式各样应对中国的政策都有，而且有拉进来日本、台湾其他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假设明年中美关系恶化的话，那后续假如之后，川普会鼓励日本这样做。但是我真的是认为，川普看这件事情不是不听日本，不是不听日本，但是他真的是觉得，我这个时候没有这个要求。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明年4月的访中之行嘛，是吗？我是觉得川普真的是看整体的情况，那你觉得特别针对访问中？你觉得门罗主义会回归吗？的确是有，就是这个川普各式各样的动作，从他一上任开始说巴拿马运河要还给美国或者最近派美军进入加勒比海等等，那很明显各式各样的动作，真的这个 Monroe Doctrine 是回来，但是现在不是叫做 Monroe， 是叫做 Donroe， 因为 Donald Trump， 所以 Monroe Doctrine 是换成 Donroe Doctrine， 变成是川普。门罗这样的啊 ，OK 好，庞纳主义，门普或者是川罗，类似这样子啊。好，那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整个态势的，其实美国是居于第2线的，在第1线的是谁呢？就是日本哈。日本在距离台湾非常近110公里的这个与那国岛部署飞弹啊，说要把周边打造成一个飞弹群岛。《华尔街日报》也披露说，大陆解放军犯台的第1阶段呢是大规模的飞弹攻击，飞弹群岛的对手很可能就是大陆的东风17、东风26这种1000公里起跳、锁定时间非常短的高速武器。另外，最近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提到，是在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台海域呢，也是不平静啊。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中日这次的战机的遭遇哈，很特别的是这次不是在第1岛链内。而是在第1岛链外啊，对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要请教，孝伟兄你怎么看？因为这是第一次啊。好，因为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辽宁号它穿越了这个石垣宫古水域以后，对不对？它其实相对来讲，它跟上次的航线相比，它比较向日本本土靠近。然后它在距离就是在那个经过石垣宫古水域，然后在那个差不多奄美大岛南边那一大片的那个菲律宾海中啊，它其实选择了一个离日本本土大约400公里的地方啊进行演习。其实这个位置非常的微妙，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航空母舰战斗群或打击群，它要进行攻击发起的时候，这个距离差不多就是4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共军在那边演习，辽宁号在那边演习，他就告诉日本，我现在辽宁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这边，我可以打到你这个地方。所以也就是说，他这的确也是这个对日方来说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军事表态。那但是表态以后呢，其实今天日方在这一方面基本上面来讲，当然日本要如何不是日本能如何就能如何。其实我觉得高市他之前在国会里面的这个询答里面，其实他搞错了一个重点。为什么你说美国不挺他？因为他说他今天自己主动说，如果他那个台海周边这个状态会成为日本这个生死存亡重要之境，对不对？但是对不起啊，美日安保启动与否不是你日本主动，是我美国主动啊。但是你高市这样讲，等于你要拖着我美国下水。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觉得川普到现在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这个表态，是应该是我拖你下水，是变成你拖我下水。明明是应该狗咬尾巴变成尾巴咬狗，我这还得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川普到现在没有动作。但是我刚刚讲这个意思就是，今天过去日本在美国的这样一个算是它的在周边在一个防务的这样一个计划下，它也的确在包含像石垣宫古，还有像与那国岛等等部署了长射程的这种所谓的反舰飞弹。那这些反舰飞弹，它的射程的确是可以有效封锁我们刚刚讲石垣宫古水域或甚至于与那国水域。但是重点就是，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美国到底要不要介入？美国介入之后，到底要不要日本自卫队到底要提供美国到什么程度？这才是关键。你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飞弹群岛，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说，它会不会也相对让日本变成了第一波可能被攻击的目标？好，
如果说今天我刚刚讲，如果今天那个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让驻日美军没有涉入，那同样驻日美军没有涉入，日本自卫队就更不会涉入。那这个时候他们本身是会相安无事，变成一个稳定状态。但是，一旦如果说今天驻日美军也就是美国决定要涉入两岸之间这个军事冲突的话，那这个时候日本的确就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那当然，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它在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特别是弹道飞弹上面来讲，它的这个那个资源很多，像东风17、东风26这个东西其实很现实的是，爱国者是拦不住的。其实我们从这次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还有包含以色列跟这个也门的这个冲突过程中，很明显已经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高超音速飞弹现有的那个地对空的弹道飞弹拦截系统是拦不住的，已经告诉你这个残酷的事实。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未来我们刚刚讲的，你说未来就是说两岸发生冲突，日本要不要介入？其实它是被动，是决定在美国。那如果美国决定介入，那当然日本这些岛屿也会被攻击。但同样的，今天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也很难那么顺心如意能够跑进这个菲律宾海，这也是关键。那当然你说中国海警为什么最近常在钓鱼岛周边进行这样一个巡航常态性的常态巡航，它就要营造这样一个所谓的执法态势，也就是要让它在这个区域的存在成为一个现实，而且呢，甚至于就是因为那个北京方面对于这个钓鱼台划归给行政权给日本，它至今是不承认跟接受，所以它就要借由这样一个行政权跟管辖权，特别重点是管辖权或者说治理权的这样一个逐渐的行使，要强调那个钓鱼台是属于北京的领土。对，现在是变成是常常听到那句话，习惯成自然未来变成常态性的。但现在呢，日本方面除了对外要考虑到说这个步步进逼的这种你说军事上面的态势以外呢，其实高市早苗还得面对的是日本更大的问题，是债台高筑。来看的是中国大陆的海军这次远征这个澳洲，而且还带上了准航母，怎么一回事？因为澳洲的防长他最近证实呢，有一支中国大陆的海军特遣舰队已经进到了澳洲北部海域。那这个舰队群当中呢，包括了一艘075型的2栖攻击舰，还有一艘是这个052D 驱逐舰，另外呢是054A 的护卫舰，以及一艘呢903A 型的补给舰对照呢，今年2月在澳洲东岸这个进行实弹演习的中国大陆海军编队，这次他们觉得呢，舰队最大的亮点就是战力堪比准航母的075型2栖攻击舰来带头。好，这次带上了准航母当然有一定要释放的战略信息怎么解读它的战略信息？大使，我想这是一个演练的一部分它的主要的这个舰队的这个主力舰，从05大驱换成075 2栖攻击舰05大概12000吨，这个0754万吨，那他们各扮演在战场上不同的功能。那05它是有120几个垂发，它事实上的攻击能力非常强。那可是这个075呢，它上面是有舰载的这个战斗直升机，还有这个肚子里面还装了什么？还装了这个就是说这个气垫船登陆气垫船。那它可以载差不多1500名兵员在里面，所以它是有登陆作战能力的。所以我想这个是训练的科目不一样，一个是055大驱为主的一个远洋舰队，一个是以075为首的一个远洋舰队。那我想训练的科目不同，那这个演习的所谓想定的状况也不一样。对，所以这两个主力舰的就可以显示出来。当然，我常常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往澳洲走？我觉得最近看中国大陆这2年的海军的它这个演训的动态我觉得它基本上往西走的话，往东走的话，最多大概走到第2岛链，那往第2岛链再往下去再走的话，就要到第3岛，就到夏威夷了，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往那条路线走，有看过05大驱往这个，就是说比较靠南边的这个就是说太平洋诸岛、大洋洲那一块，大洋洲这块有，可是它没有往中间这个地方直接突穿，我想这是战略上考虑。那在这个第2岛链附近像中国大陆的这个辽宁舰也好，山东舰也好，几次都接近这个关岛，大概在500公里左右。是，那很明显的，它在从第2岛链上面下来，一直到接近到关岛，我觉得就是做一个台湾海峡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台海战争的一个区域拒止的一个演练动作。
那在那边挡住啊这个美军从这个太平洋过来的支援部队，所以它的有很明显的这个训练的科目。那可是你要把这些舰艇再突破第二岛链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还是觉得有敏感性。那你要做比较深蓝海军的演训的话，我也看了，大概就是往澳洲走，比较敏感性比较低。上一次虽然在澳洲这个塔斯马尼亚海附近啊，他做了一个实弹射击，可是距离澳洲的领海是300海里以外，500公里左右，相当的远啊。所以他出来演训，他一定有实弹射击科目了。那现在又一次往澳洲走，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比突破第二岛链，往第三岛链，美国的第三岛链突进的话，它目前的敏感性是比较小的。比较起北边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的话，往南，往这个大洋洲这边、澳洲这边的话，敏感性确实是相对来讲低得多哈。那当然，这个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一次呢，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编队群组哈，堪比，就是说也做了一个比较，战力的比较，说堪比是一整个澳洲海军的这个军力啊。当然，我们常常讲说，海军的战力不是只是看数量，看这个简单的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但确实在阵容上面看得出来说，这支中国大陆的航母不是这个整个舰队的编组群啊，是有它的一定的规模的。那针对这件事情呢，澳洲的外长黄英贤也表示说，中国大陆呢目前正在更频繁地把他们的军事力量投射到更广大的太平洋地区，而中方呢继续通过经济还有安全手段这些方式增强他们的战略影响力，而且越来越频繁地在澳洲周边的这些区域呢展现军事力量。而针对这样的威胁，美国的 USNI News 也报道说，川普表示根据 AUKUS 的协议会让澳洲呢从2030年开始取得5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的攻击潜舰。那其中呢，澳洲已经确定要买1艘全新这个全新的，包括还有2艘现役3艘，一共3艘潜艇。那2艘是现役的，1艘是全新的，所以呢要加强它的核动力的潜艇的战力。那美国海军部长费兰也强调说呢，美英轮调前舰部队将会从2027年开始要进驻到西澳，希望能够强化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所以现在回到这个美国跟 AUKUS 之间的这个协议那我要问的是说 ，Russ 觉得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补足澳洲现在需要的武装力量吗？短期之内是很难啊，除非美国跟英国自己调他们自己的要有巡弋，对不对？力量到那边去。但是这些潜艇按照所有的新闻跟相关规划，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拿。我说这个核动力的潜艇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了。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对。那川普会不会愿意调大力量的美军能力到那边去，目前是一个问号。但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是不是？其实有这个必要了。如果中国这个动作这么频繁的话，澳洲身为美国的盟友，美国应该要这样做。但是川普会不会愿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但是不得不说，虽然难听一点，英国的能力真的不足了，这个大家也知道了。他们对国防投资真的在过去20-30年真的是走得很低了。然后最近换首相好几次了，而且每次新首相上任的时候会说：“我们国防投资会提升啊。”结果发生什么呢？他们会发现他们国内不管是医疗系统或其他的议题是更重要的。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难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澳洲很难依赖英国，只能依赖美国了。所以听到澳洲的耳里的话除了美国可以靠以外，这个英国就像你讲的不用奢想了那就口惠而不实啊。那短期你觉得应该说在可见的这些时间内，美国要怎么样在这段时间先强化澳洲自己的一些防御的能力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海军陆战队，因为已经在澳洲有固定的这个人数了，那也可以增加了，或者美国的海军海军相关海军不管是潜艇、船等等，也可以多访问澳洲，美国的战机也是可以，但是如果美国愿意这样做的话，川普还是会向澳洲要钱啊，还是会说好，那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多访问。你讲到重点了，我们都可以访问，但是还是有，就像这个 NSS 里面有提到这个 burden sharing 这个字，那多访问是可以多访问，但是这个 cost 澳洲还是要付，那要看澳洲出，那要看澳洲愿意不愿意，这个要看他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意愿，但是应该是会有了，而且这个总理没有选举的压力，因为他们是今年5月份才连任成功了，所以下次选举是2028年。对，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意愿的话，就是国防这方面，而且要负担部分美国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他们自己要决定。但是如果没有 cost sharing 的话 ，burden sharing 的话，那 Trump 就不会做了。OK， 所以刚刚拉回到我们刚刚讨论到说 NSS 的部分，其实川普也明白的在报告当中讲到说，不是只有美国嘛，盟国你自己也得出啊，你要出力也好，或是出钱也好哈，不是说我是无偿的。那讲到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其实拉回到日本来看，日本的防卫相哈，也就是他们的防长就是小泉进次郎，他最近呢就前往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去视察太空专门部门宇宙作战群，他也宣示呢，2026年度呢会把这个空中自卫队整编成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他指出呢，太空不仅是军事，也是民生的极重要领域。那专家也指出，太空积极强化这个发展有一个理由不只是3个理由。第一个，通讯传播非常重要；第二个，日本准天顶卫星定位系统的精准度。第3个就是防卫监视的基础建设领域，所以就是说今后在日本部分特别针对我们讲航太也好，那蔡老师常讲说他们说是宇宙他们的发展战略重点方向是什么？你这种小泉进次郎当成防卫大臣之后的话，他的表现日本基本上是很赞同，而且他有办法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告诉全世界，过去的人比较没有办法。那主持人讲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因为他表达能力很好嘛，所以他在记者会里面就会有这种东西出来，也就是在12月2日的时候，然后他有去讲，然后可能我们不是很清楚府中在哪里，府中的话就是在东京，我们可能叫这个应该说空军，我们叫空军应该是在郊外，没有，它是在东京。然后府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要去这边？因为它是美军基地在旁边，也就是我们讲横田基地，所以它2个的话就会结合在一块。这个是为什么他要去的一个原因，而且这个是他的一个司令部。那这司令部的话，对于太空而言，刚刚主任说他们叫做宇宙，那宇宙的话就会有一个叫做宇宙空间，因为宇宙没有什么领空领海的一种概念，而且他们会发现呢，现在的中国大陆或是说俄罗斯，他们对于破坏卫星的能力也还蛮强的。日方的话已经有开始担心这个方面的，对，所以他们也希望说这样的能够去发展，万一我们的宇宙被破坏的一个情况是什么？但如果说单纯从商业的角度去讲的话，我们现在的网络啦，除了海底电缆之外，很多就是宇宙，因为他们有注意到。SpaceX 的老板 Starlink 就是从宇宙上面，他们就发现像马斯克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Starlink 好像就帮乌克兰救了不少人那种感觉，这也是他们要去做的。所以宇宙等于是一种商业，并不是只有是在军事而已。这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这个可预见的未来，就是不是只争夺在地球的这个领域还要在 out of space， 就是在宇宙太空。台海战争到底可控还是不可控呢？是像美国智库之前所说的可控吗？这是一个疑问句那么《纽约时报》呢，最近罕见他们揭露了一份五角大厦的高度机密内部文件优势简报。那这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智库兵推，也不是学者的沙盘推演，而是美军自己用来说诚实面对失败的内部评估。
而结论只有一句话：20年前美军还救得了台湾，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当然，这个报告一出呢，立刻引发了关注，因为呢，在先前有很多次兵推，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兵推当中呢，美军的航母的打击群还没有进入到作战位置之前，解放军的飞弹呢，像是反太空作战等等，就已经全面开火，甚至呢，就连美军最引以为傲的象征啊，就是他们的福特号航母呢，都会在空优尚没有建立之前，就会被重创，甚至被击沉。而在不久之前，日本的媒体 President Online 才引述了 CSIS 的兵推，他们指出呢，24种的模拟作战情境当中，中国大陆只有在2种情境下能够取胜，其他全部都是落败的。但是美国学者叫做 Lily Goldstein， 他直接就点破《华尔街日报》还有多数刚才我们所提到台海兵推剧本的3大盲点，哪3大呢？第一个，忽略了商船的平战转换能力；第二，直升机还有空降兵的立体突击；第三，就是核升级的风险被刻意的忽略了。好，那马老师怎么看这份美国国防部这个优势简报的结果？因为刚刚特别提到是美军内部对于自我评估，他们觉得哪些短板、哪些弱点必须要赶快补强的。应该是蛮真实的。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个推演，他都会根据他想定的剧本会有不一样的答案。那我觉得，如果从解读上面，这个优势简报它只是设了一个更恶劣的美军作战环境。那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底下，美军要取胜本来就不太容易，但是它不代表真实的战争过程里面这些事情会发生，它是一种想象。那所以这可以说明为什么 CSIS 的兵推跟这个优势简报彼此之间会产生差异性，因为我相信他们设定的剧情是不一样的。不过前一阵子就是在93阅兵之前，我觉得路透社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报道，他就是在讲说在8月份的时候，中共已经开始集结了这个滚装渡轮跟这个就是甲板货船去进行登陆的演练。那这2种船结合在一起，其实它就不用靠岸，它的重装甲还有它的机械就可以从离岸边比较远的状态用这种商船的方式，它就可以接驳到岸上了。也就是他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想定，就是商船平战转换的这个能力。那这个当然在做法上是有可能。不过，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在战时或冲突的状况底下，你要有这么大的船舶能够靠近台湾比较近的海域，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体积太大，然后它移动速度很慢，然后这种大规模的直升机空降，这个在作战的过程也很难想象说我们的空域，除非他们有空优啦，否则我们的空域大概非常难被任何的单一国家就是有大规模的这种登陆。这种可以这个空降的这些飞机充满了我们的上空，所以我觉得这些想定是存在，但是它不一定会在战时真实发生。它美军有没有到不了驰援不了的问题呢？我觉得基本上没有。航空母舰它需要部署，但是第7舰队的3艘航母它经常性的在这个西太平洋海域出没，这个是一回事。但美军本来就在亚洲啊，美军本来就在冲绳，本来就在日本，本来就在南韩，所以。本来就在菲律宾，所以本来这附近就存在美军，它并没有战争发生驰援的问题，是它在战争的同时，它也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在思考上，也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我觉得没有像他们讲的这么悲观，但是这是一种想定，我觉得大家要了解这样。啊，军方的报告当然值得参考哈。不过这个就让我想起先前这个我参加一场这个兵推的相关的讲座的时候呢。讲者他就特别提到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呢，所有兵推会失败，就是兵推到最后会失败，无非目的很简单，要争取预算，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国防预算来加强我们的这个经费哈，那才能够提升我们的实力。那所以现在回到说这个美军啊，就是五角大厦这个优势简报哈。好，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当然美军的担忧不是这空穴来风，也。它是其来有自的，因为最近就看到中俄的联手，这个礼拜呢，中俄的战略轰炸机呢首次的联手出击啊，我们看到有2架俄罗斯的图95从日本海逼近，然后接着呢在东海的空域啊跟2架中国大陆的轰6K 会合，2国的军机就沿着对马海峡一直到4国外海，然后再到太平洋，再到宫古海峡，他们完成了长距离的战略巡航。
那么在往返宫古海峡的这个途中，又有4架歼16进入这个护航的队伍哦。那同一时间呢，在日本海上空还出现了俄罗斯的 A50预警机以及2架苏30的战机。那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你可以发现中俄之间的不管联合演训也好，似乎是越来越有默契啊，好像是叫一声，马上就集结在一起，这个队伍就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哈。当然，中俄现在在东北亚的这个动作呢，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呢，这次看到出动联合一起的话是15架军机，包含了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图95还有轰6，联合绕飞日本。像刚刚马老师讲的，无非是给日本一个很强的压力哈。那当然，这个背后的战略思维，还有包括中俄的联手啊，未来如果一旦是常态的话，这对于东亚来讲的威胁是什么？讯号的传递，主要是讯号的传递，也就是说，今天中方希望能够借由跟俄罗斯这样一个联手巡航这个这样一个作为呢，强烈向日方那个透露出就是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话，你没有选边站的余地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要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因为如果你一旦介入这场军事冲突北京跟俄罗斯都有能力对你发动攻击，而且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那你说北京如果说今天要对因为就是日本介入了这个台海冲突之后，那北京要怎么做？那自然第一，我们刚刚讲到，既然如果说你那个日方在美方的这个美日安保启动下被动介入，因为其实即便是美日安保，那日方要介入的这个程度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选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日方选择了积极性的介入了这个台海之间的这样的争端跟冲突的话，那这个时候中方可能会做反应，甚至联合俄方来。因为其实俄方对于日方来说，长期以往日方对于俄罗斯，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素在里面，也就是北方四岛。其实日方一直对俄罗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这个在外交以及这种国际场域上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忍让跟客气，就是日方念兹在兹，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够要回北方四岛，至少能够要回北方四岛中的一部分。那其实当然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之前那个俄罗斯也同意归还4个小岛中2个比较小，但结果没有想到因为俄乌冲突全面爆发，日本站到美国的率领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团队里面，让俄罗斯愤而就决定这个事情就不还了。那但是也就是我刚刚讲，俄罗斯来其实也就强调，也就是告诉敲日本的这个门，告诉你还有北方四岛的问题在我们这边还悬而未决。然后那对北京来说，你如果真的无条件站到美国那边，然后就是对美国请全国之力支援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日本的全境都有可能成为我中方攻击的目标。当然，到时候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在做那个这种事情发生前，我要用这样明确的讯号告诉你我做得到。那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当然其实在这个阶段俄罗斯它的问题俄罗斯有它实际问题，就是他们这次加入这个联合战备那个巡航的这样一个轰炸机跟这个 A50的预警机其实都已经是在这个乌克兰前线经过一定程度的这个耗损，等于说它透过攻击乌克兰一个航舰之后进行一个长途飞行，然后进行多次空中加油，然后绕到日本这边来飞它。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讲，要能够有效而且定期的执行这一类的这个任务，其实越来越难了啦。对，OK， 所以其实但不管怎么样，看得出来说他们的这个编组或者说编队的，其实他们这是非常。可能是演练也久了就变成说要集结的时候是非常已经有默契，就变成说我今天这个任务只要一下，那俄罗斯不管你从哪边抓飞机过来，那中国大陆从哪边抓飞机过来，都要变成一个有效的联合作战的态势，这个部分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演训变成是非常的熟悉了。对，那现在在东北亚这边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阵营的对抗是越来越清楚我们要说是2大包括了中俄朝，另外一方呢就是美日韩这个紧张关系也正在加剧中。可是川普的态度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包括最近对日本就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紧张，它是异常的低调。同时对东亚现在呢也是态度微妙让美日韩的同盟现在也有分析家认为是有信任折损的问题。好，现在不但是说呢，川普我们听到他讲说跟习近平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呢在这一次的中日还有俄乌的态度上面，更是让大家觉得你这个偏的也太过头了吧那不排除会再见金正恩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不管是想法、说法或者是做法，都让美国的盟友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万一到时候发生了事情，美国不出面怎么办？这个是医美论嘛？现在不只是这个，连德国总理不是也是这样讲吗？我们被美国耍了。
其实很多人对川普支不支持盟友，有条约的盟友有质疑。但是虽然常常批评，比如说他常常批评北约国家国防预算不够，或者南韩、日本国防预算不够，这个是第一个任期到现在他一直以来的说法，没错。但是我相信川普是很了解这些防御的这个条约的义务，所以对川普来说，我相信假设明天北韩攻打南韩，那川普他真的是很了解美国必须要按照条约来帮忙或协防。我相信川普了解，但是同时不得不说，那钓鱼台或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国有争端的小岛屿啊。那川普会不会为了这些冲突动用美国的军事能力协防？的确是一个问号。虽然过去美国官方发言人都说钓鱼台也是在包含在条约之内协助的地区啊，但是会不会因为一个小岛跟中国或其他国家战争？真的很难说，但是我真的是认为很多人对川普的这个质疑是应该可以说是不成立，因为他还是很了解这些义务，而且他了解这是长期，不是昨天或前几年才签约了，他了解这个是从冷战到现在的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义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质疑是对川普来说，对川普是有点不公平。但是范围是多大，这个是一个问号。所以从刚才 Russell 的分析里面，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未来万一真的发生，不是大规模的冲突，而是局部的冲突，那么美国可能会意识到这些冲突对于区域安全的影响，可是不见得会出面，是这样子。对最近几个礼拜，中日冲突，川普也没有明确表态，对不对？因为他真的觉得这个小事情真的很烦了。这个没那么重要啊，为什么要产生这个这么大的争议？他真的觉得这个是不应该的。OK， 这个好像我们曾经听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大事跟小事其实都是事，但是决定大事是小事，就是说是大事还是小事的是川普，那就看他到时候决定这个冲突是大事还是小事喽。安局最近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说，美军借由和日本、菲律宾联合军演的机会，正在建构第一岛链的飞弹网。那其中呢，包括了美国在12月18号宣布的对台军售案，而在增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部分还包括了420枚。最大射程有500公里的 M57陆军战术飞弹，也就是平常大家所听到的这个 ATACMS。那另外呢，还把提风中程飞弹机动部署到日本山口县，还有菲律宾的三苗里士省，并且呢，把这个射程290公里的 Nemesis 反舰导弹系统往前推到部署在日本冲绳啦、宫古岛、石垣岛，还有菲律宾的巴坦岛。现在日本呢还规划在九州北海道要部署射程900公里的岛屿防御滑翔弹，而菲律宾呢则会在吕宋岛西部巴拉望省部署射程290公里的布拉莫斯反舰飞弹。听到了一连串都是飞弹，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要建构一张飞弹网但是这个飞弹网，我们讲说它有防御，它有攻击。防御跟攻击的能力怎么评估？将军，我们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希望在打造把第一岛链变成这个导弹长城。你看一个岛链这边，从日本的琉球、台湾、菲律宾一直过去，那变成一个导弹长城，一个刚好一个锁链。因为现在飞弹的射程越来越大了，不管是这个地对地飞弹或反舰飞弹，它的整一个包络线跟这个包络线重叠，对，这个包络线跟包络线几乎就连在一起了。你看它重叠的范围越大，表示它越密。对，因为它的射程都已经超越了嘛，大家彼此涵盖，你涵盖我涵盖你，那整个一个网从第一岛链，你从北海道一直拉到，包含菲律宾，你的往南边的话，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婆罗洲，是不是？或者是你往婆罗这边走，这整个是不是就是整个一个导弹长城？那当然，你不管是海马斯火箭，你看现在可以打到500公里，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只能打到140公里，现在增程可以打到500公里，布拉莫斯是250公里了。那有地对舰，也有中岛，你提风是中岛，
随风中岛的话，它是打到地对地，那就这样子，那你换掉越来越多，还有的这个地对空，那你是不是整个这个导弹长城就出来了？但是我问你，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它感觉好像是一张隐形的墙？对，就好像长城一样这样。对，就变成个这个隐形的金钟罩这样出来了。但是问题是出来几个，第一个，我们看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研发出更多的无人机，也包括9天无人机变成无人机的母机，它空中的话就可以放，变成蜂群战术或蚂蚁雄兵，对着你这些导弹基地做破坏。对，它虽然不会做一个重大的摧毁，尤其是堡垒啊或地下工事比较强，它没办法。但是问题是你这些导弹都有的是没有是在会机动的，被它侦知到的话，它直接给你破坏掉了就够了。它这个蜂群战术或者是蚂蚁雄兵，就把你无人机，它有廉价无人机把你就干掉了。第二个，将来会有中国大陆甚至俄罗斯来看的话，会有更多的高超音速飞弹，你根本拦不到，直接对你目标也做破坏。就是说，大家可以先制攻击啊。那这个无人机也好，高超音速武器也好，那是不是就会达到一个把你这个针对的跟你把它破坏，把它化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讲到的那个，如果这些阵地是固定的呢，不是机动的，很容易被锁定。因为你有没有打带跑？没有打带跑，好，那你就准备被干掉。那换句话说，这些也是问题。另外一个我们所讲到的，就是它的抗干扰能力。你这出去了，中国大陆它有电磁战，让这个电磁干扰把你干扰掉，你就失真了，你就没办法做最后的定位了，等等。那我认为回来到最后面，我认为还是个数量是关键。数量够不够？你一天就打几百枚，你一下就耗光了，你能够撑多久？导弹长城你的数量有多？大家变成说要不要 all in？ 你要不要收哈进来？你 all in， 人家也 all in， 这个是问题啊。那你能够撑多久？导弹长城能够发挥多大的时间？你瞬间可以，但是长时间撑得下去吗？可能不够了，用光了。那最后一个我讲到的，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美国跟这些国家啊，都是单一安保。美国没有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复合式的安保，它单一安保。美国跟日本，美国跟菲律宾，它没有一个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大家就看看乌克兰战争，大家都在隔岸观火，那是你的事情了。那就这样了。中国大陆只要针对一个就好了，它只要针对菲律宾就可以了。那菲律宾就很孤立无援，因为大家其实都在当观众，那这个菲律宾就吃亏。对，因为你是单一对。因为在亚洲这边是没有一个像是北约那样的组织的，就是说，将军刚刚就直接突破盲肠了。如果今天菲律宾如果真的因为涉入然后被攻击了，日本会出手吗？不见得。但日本如果被攻击了，菲律宾会出手吗？不见得啊。就连美国也不一定。好，那但是将军刚刚有点到了，数量是关键，而且其实这个数量就想到说，你的量产能力，你能力到底有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准跟标准啊？因为现在我们提到的说这个飞弹网啊，就像刚刚将军所形容的，在第一岛链要形成一个长城，这个飞弹长城，其实目的就在于说不让中国大陆的航舰突穿出去第一岛链。那所以呢，现在西太平洋啊，你看到美军的战略想定就是到处去部署战略的飞弹阵地，而福斯新闻网也报道。但中国大陆也没停下来，20多年来在准备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作战方面，同样也累积了3500枚飞弹，这个数量是远高于美国的2500枚飞弹。将军刚刚讲数量啊，光是数量一来一回就1000枚了哈。那依照美军的规划呢，到2035年将会增加部署大约15000枚的长程反舰飞弹。而目前呢，美军飞弹的主力啊，还是以战斧巡弋飞弹到标6为主。而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大陆呢，则是以东风17啊，还有东风26这些极音速飞弹作为他们的主力。好，现在美国你说有飞弹，中国大陆也有飞弹，大家飞弹拼飞弹。谁怕谁啊？美军现在打算在2035年要把飞弹增加到15000枚，这是一个目标。但拉回到最现实的层面啊，我想继续请教将军啊，因为考量就是两国军工产业的能够制造的量能啊，这一点又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从3个因素来看，第一个这些包含美国、包含日本、甚至包含台湾，甚至包含菲律宾，它有没有办法团进团出？因为大家都有各国的利益的考量，大家利益考量是不一样的。对，你怎么样团进团出？那你没有团进团出，你就不能单打独斗。那单打独斗，任何一个国家我讲过，包含日本、包含菲律宾，要跟中国大陆单打独斗，那你是输的。中国大陆可以各个击破，这绝对没有问题。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系统的整合，日本的Link，日本 Link 22，台湾系统 Link 16，菲律宾还没有 Link 嘞，那大家层次不一样，你怎么整合在一起？就好像啊，一个自由班，另外一个是放牛班，你自由班放牛班你要鸡兔同笼吗？怎么沟通啊？这个整合问题很困难，对，因为档次不一样，日本跟菲律宾档次差，菲律宾差很多，你怎么整合？我认为整合是困难的。第三个困难，我认为是产能的困难。我们看啊，大家现在数量每一个月产能多少，每一年产能多少，这是你账面上好看。那实际上，美国的合约商，各个合约商，这个弹头的合约商、导引段的合约商、推力段的合约商，还有电站的合约商，哇，好多合约商。你怎么整合？对，有的生产的快，有的生产的慢，对，有的它要智慧财产权保护，有的它是可以做局部的释出跟开放。哇，你这个问题是你要，我们知道按照一个短板理论啊，这个木桶它能够说那个水的量是以它最短的那一根来决定它的储存量。那短板的你那个短板嘛，你那个快没有用啊。但是这个最后，就我们跑步的时候测那个体测的时候，是最后一个到达的算成绩，你跑快前面那不算。是最后一个通过这个线才算，是短板理论就会限制到美国的产能，所以我们看账面上是客观，实际上并没有那么乐观。对，而且其实我们讲到飞弹哈，这不但是比拼数量，还比精准度哈。张老师，我继续请教你，就是因为面对中国大陆的极音速飞弹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在突破，再加上别忘了中国大陆还有北斗卫星啊。那个北斗卫星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实力都不容小觑。中美两国的飞弹在精准度上这个比拼啊，您觉得会取决于哪些关键的科技？好，那其实因为就像飞弹，第一个我要飞得快，第二个是我的准度要够。对，那准度要够，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说我只要这个定位系统够准就好，因为它其实还牵涉到，其实因为像现在的武器，我想已经是到这个就是非常的高科技，它并不是只有你告诉它的坐标而已，它就直接去打。其实它还牵涉到后段的这个部分，包括说，这个有所谓的主动雷达，或者是成像，或者是雷射导引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部分。是，那你怎么样子能够到最精准哦，就是能够最准确的这个位置？